这个公司一年在美国的可纳税收入其实有500万美元，最终真正纳税的只有468万多。那么听到这里，是不是可以有空子钻呢？欢迎来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多点干货，少点啰嗦，欢迎来到创业公司法律说。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公司的纳税呢，跟注册地所在州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公司的纳税到底应该根据哪个州来计算呢？是否可以通过避开一些高税率的州实现避税的目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算笔账，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一下，在这里呢，我们说的仅仅是公司的所得税，因为公司呢要交的税其实有很多种，如果一一谈的话呢，就海了去了，实在就说不完了。先要了解一个大概念，那就是公司其实在所有有实质连接 substantial nexus 的州都是需要纳税的。大家听到这儿可别慌，并不是说公司挣了同样多的一笔钱，需要在多个州重复交税，而是说公司在跟有实质连接的这些州之间，它的纳税额会有一个分配。而决定实质连接的呢，主要是有3个要素，那就是销售 sales、薪资 payroll、财产 property。换另外一种方式解释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更加直观，就是客户、员工和办公室。办公室的话，我说的是比较简化的，其实呢，无论是仓库、厂房，其实都是可以的，买的、租的都可以。而上面的每个要素都会计算出来一个百分比，也就是说，一个公司它在一个州的销售除以它在全美的总销售，会计算出这个公司在这个州的销售要素的百分比。同理，一个公司在某一个州的薪资除以它在全美国的总薪资，会得出这个公司在这个州薪资的百分比。而对于财产呢，同样是这个道理，一个公司在某一个州的财产额除以它在全美的财产总额，就可以得出这个公司的财产要素在这个州的占比。这几个要素算出来之后呢，都会再给它赋予一个权重，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权重的计算，就可以计算出一个公司在某一个州应纳税额在它的总应纳税额中的占比了。听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太复杂了啊，咱们呢马上会举一个例子，但是在举这个例子之前，最后再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这个权重。因为虽然咱们刚才讲到了3个要素，但是每一个州对这3个要素的权重是不同的。有的州呢，它是3个要素均等来看；有的州呢是只看销售要素，另外2个要素不看；还有的州呢，虽然3个要素都看，但是呢却会给销售要素以2倍的权重。那主要呢就是这3种权重赋予的方式。好了，有了这些基础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举例了。我们假设一个美国公司叫熊猫科技，它呢一年的应纳税收入 taxable income 呢是500万美元，而这个公司呢，它在全美的薪资是1000万美元，它的财产总额是2000万美元，它的销售总额是2500万美元。跟这个公司有实质连接的呢有3个州：蒙大拿、佛罗里达和纽约。为什么选择这3个州呢？因为这3个州呢分别代表了3种典型的权重赋予方式。蒙大拿州是3个要素均等的，纽约州呢是只看销售要素的，而佛罗里达州呢是3个要素都看，但却给销售2倍权重的。下面的这几个表呢，就把各个州的各个要素都计算出来了。计算出来之后呢，再配合上权重进行计算，并且带入500万的可纳税收入，这样呢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公司每年在每个州的可纳税收入有多少了。在这里的计算过程我们就不再赘述啊，如果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暂停截屏，再进行自己手动计算。综合这么一算呀，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该交多少税并不是重点，但是呢，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这3个州呢，它的可纳税收入其实加起来呢是0.9375%，不到1%。也就是说，这个公司一年在美国的可纳税收入其实有500万美元，最终真正纳税的只有468万多。那么听到这里，是不是可以有空子钻呢？但其实呢，可以钻空子的地方是非常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来看一下刚才那个权重表，在这个权重表中，把3个要素来均等看呢，主要是以下8个州。大家看一下这8个州，是不是感觉这8个州都特别的没有什么存在感，好像也没怎么听说过？的确，这8个州呢都是美国经济最差、人口也相对比较少的一些州，没什么人去。那么再来看一下另一种，就是仅仅看销售这个单一要素的这种的州呢非常多，有20多个。大家再看一下这些州，是不是感觉这些州好像都特别耳熟，对不对？没错，这些州呢基本上也都是美国经济最发达、人口也相对比较多的一些州。
最后呢，还有9个州就是3个要素都看，但是却会给销售这个要素2倍权重的。看一下这些州呢，就会发现好像呢这些州都是那个中不溜的啊，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差的。从刚才这个对比，大家应该也发现了，销售这个要素呢，其实是考核一个公司要在某一个州纳税多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尤其是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州，它往往是只看销售这一个要素的，而销售这个要素往往也是我们最难控制的，因为销售这个要素就表明了你的客户在哪里。我想恐怕不会有哪个公司因为一个州的税率高而放弃这个州的客户吧。而且尤其是这些税率比较高的州呢，往往都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多的州。那么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恐怕不会有哪个公司因为加州和纽约的税率高而放弃做那边的市场吧。另外呢，可能也会有人说，你刚才举的例子太复杂了，哪有那么多公司跨州经营的呀？但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客户这个要素，也就是销售这个要素是最难控制的。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无论你是销售货物还是销售服务，客户都是遍布全国的。而且随着现在疫情时代的到来，很多的公司员工呢，可能会从加州、纽约这些消费相对比较高的州搬到一些中部地区消费相对比较低的州，这些呢反而会导致本来是加州、纽约的大公司增加了中部地区多这么一个有实质连接的纳税地。说到这里呢，大家也该发现了，想要通过避开一些税率比较高的州来实现避税的目的呢，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但是呢，要知道应纳税额呢是可纳税收入和税率的乘积，既然税率这儿很难做手脚了，那么想要避税，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可纳税收入，也就是 taxable income 上面下功夫了。我在这里呢，也仅仅是抛砖引玉。至于如何通过降低可纳税收入 taxable income 来实现避税，还是要咨询专业人士。避税是门大学问，绝对不要妄图通过把公司注册在某个州，或者是把一些关键要素控制在某几个州，就可以实现避税的目的。多点干货，少点啰嗦。这里是创业公司法律说，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